2023最疯癫香港电影震撼来袭，由于剧情太过惊悚，导演都没敢考虑内地市场。然而电影一经上映，票房就一路狂飙，打进了柏林影展。这究竟是怎样一部电影呢？咱们先上几个小场景，赶紧艾特你的大冤种朋友一起观看《雨夜屠夫》。太平間請鬼，鬼上身。佢啊，壬辰年辛亥月癸亥日出世，係好善良嘅人嚟嘅。我幫你招佢個人翻嚟上你身。而本片最震撼的，則是將風水命理和兇殺案相融合，堪稱神來之筆。我八字真係有事啊！係啊，你流連天得地沖啊！立傷之後係咪樣樣唔掂啊？一陣出事，成盤地支會散晒啊！死劫啊！这个一语成谶的风水师名为东莞仔，他精通易学、相学和风水学，有逆天改命的本事。他把美美带去山上坟场，将她双手绑住后就活埋地下。慘木傷心何啊珠求，求潤啊天津來呀叫啊苦啊！这时天空突然黑云密布，东莞仔一看大喜，只要风云突变，他就能偷天换日，为美美改命。随后东莞仔就去西北角烧元宝，可就在这时，阴风伴随着大雨而至，顷刻间墓坑就被雨水淹没，美美在下面绝望挣扎，东莞仔却一心烧纸，根本没有发现元宝快烧完时，他才记起美美。可刨开墓坑一看，美美已经没气了。美美挣扎着就要起来，可东莞仔回头一看，元宝被雨水浇湿，还没烧完呢。他赶紧按住美美，让她背贴黄土躺下去。他一脚踢开东莞仔。你講咗啦，你知唔靈㗎？唔靈㗎，我哋唔係拉過嚟啊！拉過嚟，拉過嚟，拉過嚟啊！會死㗎，會死㗎！你食辣子啊！黐辣線啊！會死㗎！美美离开后，火盆就被浇灭，换命符更是只烧了一半。美美的名字还赫然在上。再看天象，闪电披云，正是大凶之兆。看来美美今晚就要出事。东莞仔赶紧追了过去，可美美却拦了一辆出租回家了。殊不知此刻警方正在美美住的大楼巡查。最近这片发生多起小姐被杀案，死者均是在雨夜被放血而亡。今天雷雨交加，雨夜屠夫很可能再次作案，所以吴警官才拿着凶手画像挨家挨户的提醒小姐们今晚千万别接客。而美美正是害怕雨夜屠夫，所以才去找东莞仔改命。可就是这么一耽搁，她恰好错过了警方的提醒。更倒霉的是，美美刚到家就碰到了雨夜屠夫。他被打晕并拖进了房间，随后就被吊在半空中。而雨夜屠夫则掏出一个工具包，里面是各种手术刀。下一秒，刀就插进了美美肚子，疼得上下颤抖。可她的嘴巴被胶带封住。但就在这时，外卖员阿东进了大楼，因为刚才淋了雨，外卖单上的9楼被模糊成了7楼。当他按响美美家的门铃时，雨夜屠夫立马去门口观察，看到只是个外卖员后，他松了一口气，然后紧盯着猫眼，想等阿东走了再继续折磨美美。美美却趁机弄开胶带，拼命喊道：“救命啊！杀人啊！饶命！”阿东瞬间愣在门口，但这一声求救却大大刺激了雨夜屠夫，然后一刀扎进他的喉咙。阿东赶紧趴在门上，仔细听着里面的动静。就在这时，东莞仔赶来时，阿东被打断，有点意犹未尽。嗌救命！殺人喎！美美姐，美美姐！东莞仔拼命撞门，可雨夜屠夫却淡定地守在门口。门被撞开的瞬间，他就撞倒东莞仔，然后夺门而出。雨夜屠夫逃走后，就躲进一家粥铺的厕所。他把作案工具藏进厕所的天花板后，就脱掉外套，戴上眼镜，斯斯文文地走了出去，然后混进人流，秒变路人甲。而东莞仔看着美美的死状，立马呕吐起来。阿东却满脸渴望地进屋，近距离观赏起来。看到地上蔓延过来的血迹后，他更是踩进血里，满足地感受着血液粘在鞋底上那种黏糊糊的感觉。他甚至蹲在地上，用手指蘸了血品尝。你做咩？东莞仔看阿东一脸迷恋，就知道这小子不对劲。果不其然，到警局做完笔录后，吴警官就嘱咐阿东的父母：佢頭先睇住屍個樣，同嗰時山貓一樣，上晒腦啊！你哋要睇實佢啊！任东莞仔心里一惊，立马追了出去。可阿东已经拉上车门，东莞仔急得拍窗：“我幫你，幫我止冚啩！
你條命會係絕路㗎，我幫你算下。阿東心情不好，一腳油門就走了。回家後，他就在手腕綁了根皮筋，然後一邊回憶美美的屍體，一邊使勁拉着皮筋彈胳膊，疼痛讓他找到久違的悸動。就在這時，樓下傳來貓叫，阿東再也克制不住，拿了一把刀就要出門。父母趕緊阻攔，阿東卻瞪着眼睛控訴：我唔正常，都係你哋生成嘅。阿東奪門而出，狂奔下樓去追貓。黑貓一見阿東就全身炸毛，進入戰鬥狀態。阿東立馬撲過去，把黑貓抓進懷裡。可他還來不及抽刀，黑貓就竄了出去。阿東追過去看，結果卻看到了東莞仔。咁啱啊！你覺得我哋兩個喺度遇到真係咁啱啊？你送錯外賣，見到空手殺美美姐又係咁啱啊？你俾我幫你選下條命啊！你八字身弱，又從唔到，官殺頻集，個人無情偏激，仲有暴力傾向。呢條命七殺屬金嘅，所以由細到大都中意刀啊、利器，仲好中殺生。本命都咁多問題，9歲大運開始就撞正忌神當道，條命黑蝕交加，個人越嚟越兇殘，一語迎衝。此話一出，阿東立馬想到小時候，他想殺一隻黑貓，結果卻被吳警官看見。阿東只好藏進黑巷子，可那隻黑貓也跟了過來，它喵喵的叫聲和綠瑩瑩的眼睛，無時無刻不在刺激阿東。阿東撿起地上的玻璃碎片，然後抓住黑貓一頓猛戳。吳警官看到這一幕時，就看到了若干年後的殺人狂。他逮捕了阿東，將他關在少管所9年。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，阿東再也不想經歷。可他的八字神煞卻顯示，他還有一劫關飛。你會為刀兵之劫坐監，仲橫跨2個大運，要坐20年。我唔想坐監，有冇得改啊？唔知未睇。可東莞仔一番推演後，就突然神色大變。有冇殺人啊？所以坐20年啊。說到殺人，阿東小時候就拿姐姐練過手。他趁姐姐睡着，在她四周插了幾10把刀。姐姐一翻身就被刀子扎到臉，直接嚴重毀容。東莞仔立馬提出去阿東家裡看看。嗜好殺戮者一般家中都有風水問題。東莞仔看後發現，他們家的房屋格局果然與阿東命格相克，但更重要的則是阿東家的祖墳。樹根入棺，子孫大凶，這墳非遷不可。然而，就在東莞仔選好搬墳的日子時，整個墓地都被泥石流沖毀，阿東家的墳根本找不到了。東莞仔急得東張西望，卻突然看到一個年輕女子的墓碑。這個女人正是東莞仔分手多年的女友阿欣。他立馬撲到墓前，哭得傷心不已。我唔敢睇你啊！我唔敢睇你啊！東莞仔企圖搬走墓碑，墓碑卻紋絲不動，這讓他大受刺激，突然就倒地不起了。東莞仔知道他的精神病犯了。東莞仔醒後就立馬回家，檢查了家裡壓制精神病的陣法，都沒有問題。那他為何會犯病呢？看着鏡子裡的自己，東莞仔突然意識到問題出在他的鼻子上。我劉連偉破咗傷，咪行衰運。係你啊！明明要你見到單兇案，係要你殺人啊！要我遇到你啊！係我黐線啊！嚟，我唔幫得你，唔幫。阿東一聽這話就火了，咋的？給他算完命就撂挑子，不帶他玩了？豈料東莞仔卻說：我阿媽媽有精神病嘅，我有遺傳噶，病發嘅機會係正常人嘅45倍。我唔食啊！東莞仔拒絕吃蟲後，爸爸就覺得這孩子不孝順，一言不發就起身，然後從高樓跳下。這一幕給東莞仔留下不可磨滅的陰影。長大後，他就跑去算命，想知道自己為何這麼喪。可算命先生的話更誅心。身咁弱，仲食雙混雜，靚仔，你會黐 Q 線嘅喎。算命先生的話像魔咒一樣困擾着東莞仔，讓他總為未來擔憂，生怕自己哪天就瘋了，那就害了溫婉賢淑的女友了。於是東莞仔一聲不響就離開，可這卻讓阿欣傷心不已，不久後就自殺了。這麼多年，東莞仔都以為阿欣過得不錯，可再見卻是陰陽兩隔。東莞仔瞬間惱亂心亂，讓阿東趕緊離開。阿東氣得砸了東莞仔的陣法，還拔了他栽種多年的命藤，這個藤與東莞仔八字相
望，疼在人在，疼死人亡。所以阿东拔掉葫芦藤后，东关仔就两眼发直，倒在了地上。可阿东仍不解恨，他一把扯下东关仔随身携带的吊坠，烧掉了里面的符。这个符也是用来压制精神病的。现在藤和符都没了，东关仔只觉得生命流逝，只差无常来带他走了。然而天亮后，东关仔却发现一株小花，他像看见新生的曙光般，赶紧把花重新栽种，并精心呵护起来。然而几天后，那朵花还是枯萎了。东关仔心中一惊，觉得自己大限将至。然而花瓣落光时，却露出一个小小的葫芦，瞬间撞进东關仔心裏。花掉謝咗先有果，我明，我救佢，我係花。找到新的寄托后，东关仔就振奋起来。他把那道化解精神病的符直接纹在了后背，然后不屈地向老天叫嚣：“来人，你我在同你練啊！”随后，东关仔就去找阿东，结果他却在美美家里。美美被雨夜屠夫放血致死，地板上全是干涸的血迹。阿东正趴在血迹上面忘我的闻来闻去，东关仔一把将他拽起，拉去了镜子前。你冇啊？上眼紅筋現晒啦，紅筋貫穿眼球啊！叫植物觀精，不能再放任这小子了。东关仔赶紧租了间牢房式单间，让阿东住进去应劫。既然他有牢狱之灾，那就自己创造牢狱，受劫即可避劫。阿东便住了进去，但这还不够。东关仔又带他去放生小鸟，后福可载运，所以改命第一步是要攒福，而第二步则是布下太阳阵法，驱除阿东身上的晦气。可就在仪式进行到一半时，空中突然落下大量死鸟，正是他们放生的那些。原来习惯了投喂的鸟，在自然环境下根本生存不了。死晒，死晒，好多條命啊！食唔到貨，趕唔到運啊，仲多咗好多實驗啊！可就在這時，有隻小鳥撲騰了起來，仲一隻啊！眼看阿东跑去杀猫，东关仔赶紧拿出镇魂铃摇了起来。然而下一秒，他就不由自主抽搐起来，天空更是出现一弯血月，这是杀戮的征兆。东关仔立马起身去追阿东，他一把握住刀，阻止了阿东杀猫。可杀不了猫，他就想杀人。东关仔便在房里布下法阵，教他念大悲咒，企图困住阿东心里的恶魔。几天下来，阿东确实平和了点，于是两人又去施粥助人，以求帮阿东改心。可不巧的是，雨夜屠夫出现了。他几天前杀了美美后，就把作案工具藏在这家粥铺的厕所。但阿东去上厕所时，无意间发现了工具包，看着带血的各类刀具，他立马两眼放光，当晚就把工具包拿回了家。殊不知此刻雨夜屠夫已经跟在他身后，而阿东回家后就赶紧打开工具包，贪婪地闻着。不过看到墙上的佛经后，他就心头一震，克制住了奔腾的恶念，立马将工具包收起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隔壁的小姐敲响了阿东的房门，他家灯泡坏了，想让阿东帮忙修一下，但修好后，小姐却贴过来要做阿东的生意。想到雨夜屠夫专杀小姐，阿东瞬间血脉喷涌。但想到他为了改命做了那么多努力后，阿东果断转身离去。东关仔得知这事后，就让阿东防着那位小姐，以免惹祸上身。可就在这时，小姐突然打開房門，東關仔一看她的面相，就知道她運程極差。你條病啊，本身係六親緣薄㗎，仲係用因財招禍啊，中獎我害死你，冇到。唔到點翻身啊？流年讓印成局，今個月有個大劫啊，殺身之禍。东关仔想替小姐避祸，可小姐欠钱太多，早就对生死无所谓，还不断念叨着活着没意思，还不如死了。阿东一听这话，双眼立马充血。东关仔赶紧推着他往外走。佢想死啊！可阿东收拾时却要把那套工具也带走，东关仔立马劝阻。但就在这时，雨夜屠夫冲了进来，他一把扯开东关仔，将他摔晕在地，然后从阿东手里抢走工具包。可雨夜屠夫跑出去后，外面却黑云翻涌，不一会儿就下起了雨。
雨，一听到淅沥沥的雨声，雨夜屠夫就想起小时候被他解剖的老鼠，他支支吾吾的叫声和这雨一样刺激。于是他掏出口罩戴上，准备杀个小姐。结果一转身，他就看到彩票店那位正是阿东家隔壁的小姐。两人对视3秒，小姐猛然记起这个人很像雨夜屠夫，于是他给吴警官打去电话，然后赶紧回家。但他刚到家门口，雨夜屠夫就现身了。他把小姐绑进屋里，准备慢慢折磨。小姐一着急，就抓起地上的水晶石，猛地向后一扎，刺进了雨夜屠夫的脖子。这正是逃跑的好时机。可小姐一心只想翻盘，还想把刚买的彩票拿走。就是耽搁的这几秒，雨夜屠夫拿起了刀，猛然刺向小姐。吴警官赶来时，雨夜屠夫正举着刀，还想再刺小姐一刀。吴警官立马开枪，但小姐也没救了。东关仔早就料到这一点，他提前将阿东锁进地牢，又为他吃了安眠药。阿东已经血脉灌精，很快就会成为杀人狂魔。东关仔赶紧将他带去停尸间，准备为他换一个好人魂。鼻頭有肉，心中冇毒。批入八字先，佢啊飲神年，新學院，貴開日出世，係好善良嘅人嚟嘅。我幫你招佢個人翻嚟上你身，咁你就變咗佢，唔係會諗殺人啦，成條命都改晒。流年過咗啊，你埋個結，我就幫你驅翻個魂翻出嚟。望雲啊，問照啊，遠啊來臨。象請三寶來加持，此日今時臨啊返啊會。喚起死者魂魄后，东关仔就烧了一张符，强行灌进阿东嘴里。雞飛撲影，揾就煩啦。可等了半天，公鸡也不见动静。东关仔觉得是阿东阳气太重，死魂进不了他的身，于是他就拿出刀割开了阿东的额头。殊不知此刻，警察把雨夜屠夫的尸体推了进来。公鸡立马扑一，东关仔以為換魂成功，就給阿東解了繩子。可他再仔細一看，卻驚訝了。仲係隻物冠精？唔係。邊個上咗佢身？你係邊個？東關仔趕緊去檢查屍體，結果卻發現那具他選好的屍體已經被推走，躺着的則是雨夜屠夫。東關仔整個人都不好了。你兇手！你上咗佢身，嗰啲好毒啊！整死你！上佢身，你一定會殺人嘅。可就在这时，阿东挣开了绳子，他将东关仔一把推倒，正好撞在硫酸上。东关仔的后背立马被硫酸腐蚀，他赶紧爬起来，用冷水去冲后背，结果硫酸遇水大放热，东关仔背后的符8成是毁了。随后他就眼神一凶，忽然血脉灌精。而阿东离开停尸房后，就看到了吴警官，他本能紧张，赶紧挨着一辆车停下脚步。结果阳光一闪，阿东就被车里的匕首闪到了眼睛，碰到仇人刚好有刀干他。阿东立马拿走刀，想要嘎了吴警官，可就在他抽刀的时候，看到了一只蚂蚁，他被困水中，奋力想要爬出去，可每次刚到边缘，房檐上就会落下一滴水，将他打回水中。这只蚂蚁就像阿东，而那滴水就像死死按住阿东的交错命运。每一次他想变成善良人，却总有事促成他握住刀子。阿东一时愣住，他在等，要是这只蚂蚁无法爬出这滩水，那他就动手。可就在这时，东关仔出现了，他一砖头拍晕吴警官，将他拖去天台，然后夺过阿东手里的刀，就给了吴警官一刀。东关仔觉得吴警官和阿东屡屡纠缠是上天安排好的，就是让他俩斗，看谁死在谁手里。看着行凶的东关仔，阿东有点懵，他似乎被调转视角，看到了癫狂的自己，大概介入他人命运，真的会承担他人命运的齿轮吧。东关仔时常清醒，时而疯狂，还撺掇阿東嘎了吳警官。西個病，冇良知，係個天俾你嘅。冇晒，殺咗佢。佢點衰㗎？佢會害你坐監㗎。對抗命運係人最大嘅悲劇。你咁鍾意殺人，嚟啊！殺咗佢。阿東雖然性格嗜血，但他智商在線。看着瘋癲的東關仔，他第一次用理性戰勝感性。個天要你幫我，要你癲。你癲就係推我殺人，
全杀，火杀。随后，东关仔就拿着刀子捅进了吴警官的脖子。然而下一秒，阿東就抓住刀刃，愣是徒手把刀子拔了出來。你條友花死又喊，着死又喊，你癲咗都唔會想自己殺人。我冇癲，我做真啫嘛。係你癲咗啊！你輸咗啦，我哋都輸晒啦。我先。我发精神背负。东关仔立马脱掉衣服，让阿东看他后背的符咒，但符咒被硫酸腐蚀，早就花了。阿东一时搞不清东关仔到底是鬼上身，还是符咒失效犯了精神病。就在阿东谨慎观察时，乌云蔽日，太阳被挡住，阿东的心也随之阴暗下来。他脑中闪过那只蚂蚁，渺小、挣扎、徒劳、可悲。一滴水就是他命运的锤子。阿东又何尝不是蚂蚁？芸芸众生又何尝不是蚂蚁？谁能与命抗争？不如就此屈服。他终于敞开自己，贪婪地闻着吴警官头上的血，心中杀气奔腾。可就在这时，天空狂风大作，一根螺丝钉被吹下，掉在了吴警官面前。他赶紧藏起螺丝钉，偷偷打开了手铐，然后一跃而起，把阿东铐在了钢管上。吴警官的突然攻击让阿东本能反抗，情绪亢奋的他立马捡起地上的刀，向吴警官扎了下去。可就在这时，东关仔看到他之前摘下的半截断秧居然长出了新根，他惊喜地大叫起来。此话一出，阿东瞬间想到那只猫。如果他当年克制点，没有杀掉那只猫，他就不会进少管所。那么现在何尝不是另一番人生？哪有什么天生如此，只不过是自己一次次选择的堆积罢了。选择从来不唯一，可一旦选定，是好是坏，就是那一条路了。思想开悟后，阿东就死死握住刀，对抗心中翻滚的沙狱。这一刻，一股善良的信念注入到了阿东的心里。很多时候，绝望中的人是需要一点相信的，不管这东西是真是假，只要能给迷惘杂乱的心一个支点，蚂蚁就可突围，阳光亦能推开乌云。之后，东关仔就被送进精神病院。阿东去探望时，东关仔又正常了。阿东忍不住问了下他的余生，不料东关仔却说：“你嚟緊仲有好多劫啊！點算啊？”此话一出，阿东脸都绿了，但随即东关仔就给出一个万能的化解之道：萬般皆是心，點點皆由人。我们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，命理排第一，出生即定局，基本涵盖了大半的人生，是最难抗拒的。但人又具有主观能动性，是最不确定的。读书、阅历、思考、交际等都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轨迹，所以人不会完全像水一般，只能在命运挖好的渠里流淌。命里决定的只是一个人的下限，欲望可以把控，行为可以纠正，上限如何是看个人的选择与努力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小班，咱们下期见。